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鹤棣一句"他太迷人了"当表白变成舆论事件，娱乐圈的情感边界被推到哪里？这一次，王鹤棣没有在剧中台词里说出"我喜欢你"，而是在真实的访谈现场，让一句看似随口的赞美变成了年度热搜的中心。当主持人问起他的理想型时，他没有像以往那样轻轻带过，而是笑着说："白鹿的美是另一种层次的，她太迷人了。"短短10几个字，却让整个舆论场沸腾。从视频画面来看，那并非一个精心设计的营销场面。王鹤棣神情放松，语气真诚，现场一度安静，随后爆发笑声。但他并未收回，反而补充说："他真的很有光。"这种直白的表达，在情感克制的内娱男演员群体中显得异常罕见。几小时后，白鹿在另一场活动中被问到此事，他微微低头，嘴角含笑，轻声回应："他真的这么说吗？那挺甜的。"这短暂的互动成为导火索，让王鹤棣表白白鹿两大话题持续霸榜热搜。从一句"他太迷人了"到粉丝自制的告白剪辑情侣物证分析帖，全网像在目睹一场现实偶像剧的展开。这起事件的传播速度几乎可以用爆炸式形容。微博、抖音、小红书等平台的短视频账号纷纷二创、配乐、剪辑，尤其是那段他看他，他笑他的幕后花絮，被粉丝称为比电视剧还真。然而在情绪浪潮之下，另一股声音也逐渐浮现，有人开始质疑这到底是真情流露，还是一次高明的营销。的确，在内娱近几年 CP 文化盛行的背景下，演员们的每一次互动都容易被放大为情感暗示。此前《苍兰诀》《宁安如梦》《长月烬明》等剧都曾因主角互动过度甜而被怀疑带货 CP， 而这次王鹤棣与白鹿并无新剧待播，却在此刻引爆舆论。于是部分业内人士认为，这或许是一种品牌化情绪营销，通过制造暧昧感来维持曝光度，为双方后续项目铺垫声量。但与此同时，也有人指出，若仅仅是营销，王鹤棣的语气过于真挚，反应过于自然，那种眼神中的柔软似乎难以伪装。在一个情感被流量量化的时代，明星的真情是一种稀缺资源，也是一把双刃剑。从公关角度看，明星在公开场合的每一句话都承担风险，太冷漠会被指无情，太真挚又容易被解读为恋情官宣。王鹤棣此前在多档节目中以嘴甜会逗人著称，但他很少越界到情感表白的层面。此次他主动提及白鹿，不仅突破了他一贯的职业防线，也让大众重新审视明星之间的暧昧与真实的边界。从心理学角度，观众对真情的期待其实是一种情感投射，他们希望看到荧幕上的化学反应在现实中延续，从而满足一种虚拟情感的延长。因此，当王鹤棣的言辞看似真诚时，观众便自动赋予他恋爱现实化的意义。可问题在于，当现实中的一句真心话被数以亿计的流量裹挟传播，它是否还能保持真 ？CP 文化的核心是观众将演员人格与角色关系重叠，这既是现代娱乐营销的成功，也是情感投射的副作用。王鹤棣与白鹿从合作以来，一直被粉丝称为王鹿 CP。从同框活动到互赞社交媒体，他们的互动被不断截取、拼贴、再叙事。而这次他太迷人了的发言，正中粉丝心里的软肋暧昧可感，但不确定。这种似真似假的情感空间，最容易激发幻想，也最容易维持讨论热度。粉丝在这一过程中，既是传播者，也是叙事的共同作者。有人兴奋地喊他终于说出口，
也有人谨慎分析，也许只是节目效果。更极端的粉丝甚至在评论区争吵他属于谁，他配不配。这种情感占有欲正是当代粉丝文化的症结所在。在他们眼中，偶像不再是独立个体，而是情感寄托的延伸。而当偶像表达出可能指向他人的情感时，这种幻象就被打破，引发焦虑与排斥。近年来，观众对真诚的渴望愈发强烈。在滤镜、脚本、公关话术构建的娱乐世界中，任何自然、真实的瞬间都显得弥足珍贵。王鹤棣的一句“他太迷人了”之所以引起如此强烈共鸣，恰恰是因为它像一束裂缝中的光。它让人相信明星也是人，他们也会被某个眼神打动，也会心动。但这份真诚一旦被资本捕捉，就容易被加工成情绪商品。在短视频的算法逻辑中，情绪越强，传播越广。告白反应对视害羞成为最佳流量标签。于是，我们看到一幕幕似曾相识的偶像剧是现实在循环上演。先是无意的互动被放大成暧昧，再是媒体跟进制造化学反应话题，随后品牌合作趁势而上，推出联名，最后舆论疲劳又转向下一个 CP。 这不仅是流量生态的循环，也是一场关于真心被消费的伦理困局。业内人士普遍认为，演员最大的风险之一正是人设固化。王鹤棣的公众形象从《苍兰诀》以来一直是痞帅、真诚、有少年感，而白鹿则是元气、聪慧、独立的代表。这次告白事件让两人的人设互相叠加成一种理想恋爱模板。对于品牌方与剧组来说，这是天赐的营销契机，但对演员本人而言，这种 CP 化标签既带来热度，也带来困境。一旦未来其中一方公开恋情，另一方的粉丝群体可能出现强烈反弹。这种风险早已在其他荧幕情侣案例中多次出现，从陈晓赵丽颖、杨洋迪丽热巴到龚俊张哲瀚，几乎每一对热门 CP 都曾经历客到他房的循环。因此，当王鹤棣选择以一种似真非真的口吻表达情感时，也许他本人正行走在一条极窄的缝隙上，既要真诚，又要安全，既要制造情感张力，又不能越界成恋情实锤。娱乐圈的情感叙事其实是一种集体表演，明星、粉丝、媒体、品牌构成了一个共享幻想的生态。在这个生态中，真相已经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情绪是否足够浓度，故事是否足够浪漫。王鹤棣的一句话之所以能引起全民共振，不仅因为他提到了白鹿，更因为那句话唤醒了人们心中对真挚感情的渴望。人们在评论区打着“疯了”的弹幕，其实是在宣泄一种被真情打动的幻觉幸福感。然而，娱乐工业的运作逻辑决定了真情本身也可以被编排。一句话、一个笑容、一次停顿都能成为营销素材，而观众在自我感动的同时，也成为了这场叙事的参与者与消费者。结语：在幻象与真实之间，从他太迷人了到他真的这么说吗？这场看似偶然的互动，其实折射出整个娱乐生态的复杂性。它不仅是一次甜蜜事件，更是一面镜子，照见了观众对真情的渴望、粉丝文化的投射、资本对情绪的利用，以及明星在自我与人设之间的挣扎。王鹤棣与白鹿或许只是无意间被卷入这场情感风暴，但他们的每一次对视、每一句回应，都成为公众重新定义真诚与演绎的素材。或许这才是当代娱乐的真正魔力。虚实之间，观众看到的不是恋人，而是自己对爱与真实的幻想。